午后，阳光洒落在进士的榻上，有些暖意。今日辰时一刻，魏无羡便带领着蓝家的一群小辈去增长见识，还有实战经验，想必申时末才能回云深不知处。进士的另一个主人未归，没有往日的说话声，显得很是静谧。蓝忘机今日不用上早课，早上同兄长与叔父商量一些族中之事后，回到进士。往日总会赖床到40的某老祖已经出门了，将进士收拾好。蓝忘机静默地站了会，打开了书架下方一格，查看了下里头物品，复又合上，俯身轻点了下地窖的天子笑，收拾妥当，转身出了进士，往山下走去。采衣镇依旧人来人往，也有不少人在偷偷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没有在别处留意过多，径直去了一家酒家，天子笑。店小二见了蓝忘机，急急忙忙跑到里间喊掌柜出来：“韩光君，可有什么要吩咐？”女掌柜满脸笑容地道：“这可是贵客，这次又不知道可以卖出多少了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麻烦掌柜拿20坛天子笑，小坛的即可。”不麻烦，您要多少有多少。女掌柜转身吩咐店小二去酒窖把酒取出来，又向蓝忘机问道：“韩光君可是要现在拿走，还是先寄放在此，稍后来取？”蓝忘机淡淡道，取出一锭银子放在了柜台上：“麻烦了。”说完转身走出了酒家。不用，应该的，韩光君您慢走啊。女掌柜笑眯眯地把蓝忘机送出了店，喜滋滋地转身看那锭银子，笑着又摸了几下，收到了钱箱中。旁边有新来的不明白，凑到了掌柜旁边问：“掌柜的，这姑苏蓝氏家规不是很严吗？蓝家敬酒，韩光俊怎么还会下山来买酒啊？”有些酒客也支起了耳朵，想听些仙门趣事。女掌柜刚刚做完一宗大生意，心情不错，笑着道：“这酒啊，当然是买给那魏无羡魏公子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韩光君每月总要在我这儿买下许多呢。这位公子可是当真喜好我们姑苏这酒哦。好了，都干活去吧。”旁边有知道的酒客接道：“可不是，我看那夷陵老祖也没甚好怕的，不也同你我一般好这酒？”“是啊，怪不得这几月酒都贵了些。”话说回来，韩光君为了夷陵老祖破了劲买酒，当真是感情好啊。也不知那魏无羡究竟是何等风貌，听人说虽是没有从前那般，但也是顶顶好看的了。诸如此类的讨论，在众人得知夷陵老祖重归于世，又入了蓝家，同韩光君情投意合，羡煞旁人后就没有停过。蓝忘机出了酒家，便拐入了另一条巷子，走了半刻后，在一家小店门口停下。说是小店，也并不像是一家店该有的样子，没有牌匾，只有一扇半开的窗，窗台上摆着些用不盖着的东西，看不出是何物。窗边倒是有扇门，只不过看起来似是店家不在。周遭并没有来人，邻近也像是百姓住宅，无甚特别之处。蓝忘机顿了顿脚步，默默地看了看左右，便快步走了进去。入门是一间小屋子，只有放了一把椅子，还有一幕草帘遮在里间的门上，隐隐透着光亮，仍是没有人。蓝忘机走进去，伸手扶开了帘子，踏入了后院。一名中年男子迎了上来：“公子要看看些什么？这些看看嘛，昨个刚来的都给留着呢。”他将蓝忘机引到一间屋子，从一个柜格取出了一包东西。“您要不看看？”说罢打开摊在了桌上，是一些瓶罐盒子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颔首伸出手挑选着，时不时打开瓶塞看看。中年男子在一旁介绍，挑挑拣拣选出了好些东西后，蓝忘机取出钱袋结账，转身要离开，就听中年男子道：“公子稍等，我去取些东西。”说罢转身进了更里头，翻找着些什么。蓝忘机只得点点头，将一小包东西收入乾坤袖中，尽力等着。不多时，中年男子拿着一个大的雕花盒子从房中出来，递给了蓝忘机。蓝忘机看向中年男子递过来的大盒子，疑惑：“这是？”中年男子笑了笑，打开盒盖，让蓝忘机瞧了瞧：“这个便赠与公子了。想来公子是需要这个的。”看清了盒中何物，蓝忘机耳垂红了红，
接过来收好。多谢掌柜了。转身出了屋子。公子慢走。中年男子笑着目送蓝忘机走了出去。爹爹，为何你不喊韩光君啊？方才见到蓝忘机，就躲得远远的，一直在庭院玩泥巴的一个5岁小儿，看到蓝忘机离开，中年男子走出房门，才凑过去，好奇道。中年男子笑了笑，摸了摸小孩的头。爹爹平日叫来买东西的人，不也是这么喊吗？没什么奇怪的。小儿懵懵懂懂的点了点头，想不明白，又继续玩去了。为何不喊呢？这姑苏谁人不识韩光俊？中年男子笑了笑，来此处买东西，当然是要给韩光俊留些面子呢。出了店，去取了天子笑后，蓝忘机便带着一堆东西回了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还没有回来，进室里静悄悄的。用过午膳，蓝忘机将买的东西一一归位，用天子笑将地窖填满，随后打开书架下的那格，将瓶瓶盒盒摆好，然后把中年男子最后给的大盒子塞到了最里端，起身走回到床榻边坐下了。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洒进了静室里头，也洒在了坐在床榻边的蓝忘机身上。静静地坐了一会，蓝忘机像是终于下定什么决心后，起身又打开了暗格，把大盒子拿了出来，至于桌上取出里头的东西看了起来。待到他看完，日头已经要西斜了。蓝忘机收好盒子，开门出了静室。魏婴要回来了，先去做晚膳。笑闹了一路上山，魏无羡带着蓝家一众小辈回来了，没有韩光君随行，被魏无羡带领着，众小辈一路总是欢声笑语不断，直到快看见山门，才慢慢消了声。魏前辈说的，家规说的是云深不知处不可啥啥啥的，但是这已经出了云深不知处呢，懂了吧？魏无羡被众人簇拥着往山门处走，而远远的便看到了山门前一白色身影，站如松，远远的看着他们。蓝湛！魏无羡眼睛一亮，拉长了声音喊道，随即向蓝忘机跑去，留下一堆在身后满脸麻木的蓝家弟子。狗粮吃多了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蓝湛，等多久了？魏无羡整个人挂在了蓝忘机身上，待众小辈向蓝忘机行过礼后，赖在他身上不起来了。蓝忘机无奈地抱住他，稳稳地往静室走。不久，晚膳已备好，先沐浴还是先用膳？魏无羡笑嘻嘻地往蓝忘机脸上啃了一口，道：先用膳吧，不然待会还得收拾一遍静室，太麻烦了呢。虽然说静室一般都是蓝忘机在收拾，感受到蓝忘机抱他的手紧了紧，显然是听懂了自己的话。魏无羡笑了起来，继续道：二哥哥，今晚还得收拾呢。闻言，蓝忘机果然顿了下脚步，目光深了几分，但看着魏无羡笑得欢，眼中又浮现一层柔光，抱紧了他。好，好什么啊，二哥哥，哈哈哈哈！看到蓝忘机的反应，魏无羡笑得更开怀了。蓝忘机无言，只是眼中晕上了一抹笑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二哥哥，你今天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好菜啊？走了一阵，魏无羡还是下来自己走了，拽了一根草咬在嘴里，倒退着走着，挑眉道：莲藕汤，魏婴，当心脚下，莫要摔倒。蓝忘机走在魏无羡旁边，不赞同地看了看正在倒着走的魏无羡，随后无奈地看向他脚下，眼中注意着魏无羡脚下和身后，本来垂在身侧的手虚虚抬起，似是能在魏无羡绊倒之前拉住他。没事，说来这个时候没有莲藕吧？韩光俊，说说啥时候买的？扭头看了一下身后，不在意的摆了摆手，眼珠一转，吐掉嘴中的草。魏无羡笑嘻嘻的凑到蓝忘机跟前，环住身前人的腰往身边一带。蓝忘机道：不是买的，后山有。后山？后山有？什么时候啊？难不成蓝湛你种的？魏无羡一脸惊讶的看着蓝忘机。韩光俊，你还会种莲藕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养的啊？后山那片我都快转完了，怎么没看到？在哪呢？啥时候我去看看？连珠炮弹般的问了一串。魏无羡瞪大着眼睛，简直难以想象蓝忘机在一片泥塘水中种莲挖藕的样子，冰清玉洁的韩光俊与混沌的泥水简直格格不入。种的8月底时。哇，
韩光俊，你越来越厉害了呀，连偶都会中了，待会带我去看看。走入静室，蓝忘机道：天色已晚，先用膳，明早再看。行吧，让我尝尝韩光君中的藕，味道如何？魏无羡笑着3步并作2步，走到放着食盒的书案前，打开了食盒。莲藕汤的香味在食盒打开的时候飘溢到室内，魏无羡眼睛一亮，好香啊，蓝湛，你这莲藕不错呀。对了，蓝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家……哦，对，我们家那群小的还有得练啊。真好吃呢，蓝湛，你厨艺越来越好了呀。多吃些。晚膳后，魏无羡自是一番不怕死的撩拨，笑嘻嘻地，结果就是被就地正法。入夜，亥时早已过，静室内云雨初罢，魏无羡懒洋洋地趴在蓝忘机身上，隐约觉得今晚的蓝忘机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像是用了几个之前不曾出现过的姿势。但是在3轮之后，魏无羡已经是累得无法思考，腰背酸痛，脑袋昏昏沉沉地搭在蓝忘机颈窝边。蓝湛，你今晚真是奇怪。可还有不是？蓝忘机顿了顿，手放在魏无羡腰上，输入灵力轻轻按揉着，温和的灵力很大的缓解了不适感。魏无羡舒服地蹭了蹭蓝忘机的脸，眯着眼道：没事啦，蓝湛，我要睡了，晚安。说罢闭了眼，迷迷糊糊地亲了下蓝忘机，睡了。晚安。蓝忘机挥灭了灯，怜惜地吻了吻魏无羡的眉心，也入睡了。直到后来某一天，魏无羡闲来无事，在静室东翻西找，从书架下找出了一堆瓶瓶罐罐和一个雕花大盒子，好奇之下打开来，终于知道蓝忘机怎么了。等到蓝忘机处理完事回静室，就看到自家道侣斜斜地靠在榻上，手里拿着什么在看着，看起来挺眼熟的。见自己进去，挑了挑眉，笑嘻嘻地示意他看桌案上的东西。韩光俊，这些个不解释解释？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韩光俊啊！看清东西，蓝忘机瞬间由耳垂红到了脖子，看着魏无羡那模样，竟是往前一扑，将人按到了榻上，用实际行动解释。阳光照入静室，洒在地上的几本被人丢落在地上的书上，镶金边闪了闪光。龙阳市下，外头阳光明媚，榻边春光无限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